大家好，我是云南大学信息学院丁海燕老师，欢迎走进 C 语言程序设计课堂。今天我们讲解一维数组的定义、应用和初始化。前几章使用的变量都属于基本类型，例如整形、字符型、浮点型数据，这些都是简单的数据类型。对于有些数据，只用简单的数据类型是不够的，难以反映出数据的特点，也难以有效地进行处理。如果有1000名学生，每个学生有一个成绩，需要求这1000名学生的平均成绩，用 S1、S2、S3 一直到 S1000 表示每个学生的成绩，能体现内在联系。C 语言用方括号中的数字表示下标，如用 S15 来表示。S 为数组名。数组是一组有序数据的集合。数组中各数据的排列是有一定规律的。下标代表数据在数组中的序号。用一个数组名和下标唯一确定数组中的元素。数组中的每一个元素都属于同一个数据类型。将数组与循环结合起来，可以有效地处理大批量的数据，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，十分方便。要使用数组，必须在程序中先定义数组，即通知计算机由哪些数据组成数组，数组中有哪些元素，属于哪个数据类型。否则，计算机不会自动地把一批数据作为数组处理。那么，怎样定义一维数组呢？一维数组是数组中最简单的，它的元素只需要用数组名加一个下标就能唯一确定。要使用数组，必须在程序中先定义数组。例如，以下是对数组的定义 ：int a 方括号10。定义一维数组的一般形式为类型符、空格、数组名、方括号、常量表达式。数组名的命名规则和变量名命名规则相同，遵循 C 语言标识符命名规则，即必须以字母或下划线开头，其后的字符可以是字母、下划线或数字。在定义数组时，需要指定数组中元素的个数。方括号中的常量表达式用来表示元素的个数，即数组长度。例如，指定如 a 方括号10，表示 a 数组有10个元素。类型符表示每个数组元素的数据类型，例如 int a10，表示定义了一个整形数组，数组名为 a。此数组有10个元素 A0、A1、A2 一直到 A9， 且每个数组元素都是 int 类型。可以看到，用一个 int a10 就相当于定义了10个简单的整形变量，显然简洁方便。注意，下标是从0开始的，不存在数组元素 A10。常量表达式中可以包含常量和符号常量，如 int a 方括号3+5方括号是合法的，但不能包含变量，如 int an 是不合法的。也就是说 ，C 语言不允许对数组的大小做动态定义，即数组的大小不依赖于程序运行过程中变量的值。例如，以下数组的定义不合法。int n 赋值10 int an。 定义完数组后，如何引用数组中的元素呢？在定义数组并对其中各元素赋值后，就可以引用数组中的元素。注意，只能引用数组元素，而不能一次整体调用整个数组全部元素的值。引用数组元素的表示形式为数组名方括号下标。例如 A0
就是宿组 A 中序号为0的元素。它和一个简单变量的地位和作用相似，下标可以是整形常量或整形表达式。下面的赋值表达式包含了对宿组元素的引用。A0 赋值 A5 加 A7 减 A (括号2乘3) 合法。int n 赋值5 A10 an 赋值20也是合法。下面来看例 6.1， 对10个宿组元素依次赋值为0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要求按逆序输出。解题思路为：定义一个长度为10的宿组，宿组定义为整形，要赋的值是从0到9，可以用循环来赋值。用循环按下标从大到小输出这10个元素。程序如下 ：int I A10 for i 从1 i 小于等于9 i 加加 ai 赋值为 i， 使得 A0 到 A9 的值为0到9。for i 从9 i 大于等于0 i 减减，输出 ai， 输出回车。for i 从9 i 大于等于0 i 减减 printf $d ai 的作用是先输出 A9， 最后输出 A0。为了使程序简洁，常在定义宿组的同时给各宿组元素赋值，这称为宿组的初始化。在定义宿组的同时对全部宿组元素赋值，例如 int A10 赋值花括号0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花括号。2可以只给宿组中的一部分元素赋值，如 int A10 赋值花括号0、1、2、3、4，相当于 int A10 赋值花括号0、1、2、3、4、00、000花括号。3使一个宿组中全部元素值为0。int A10 赋值10个0，相当于 int A10 赋值花括号0。未赋值的部分元素自动设为0。4对全部宿组元素赋初值时，由于数据的个数已经确定，可以不指定宿组长度，如 int A5 赋值1、2、3、4、5，可写为 int A (括号赋值1、2、3、4、5。说明如下：如果在定义数值型宿组时，指定了宿组的长度，并对之初始化，凡未被初始化列表指定初始化的宿组元素，系统会自动把它们初始化为0。如果是字符型数据，则初始化为斜线0；如果是指针型宿组，则初始化为 null 即空指针。例如 int A10 赋值1、2、3、4、5，定义宿组长度为10，只初始化前5个元素，后5个元素为0。好了，同学们，一维宿组的定义、引用和初始化我们就学到这儿，下节课再见。